全世界洗腎最多的就是台灣。這樣的輸上去的時候，眼睛突然會明亮起來，你氧氣就升起來了。那现在我們下班經濟學最受歡迎其中一個系列就是名醫系列。那我們今天呢要為大家來介紹，也是我們大家最喜歡的名醫洛桑加參醫師。醫師你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那我發現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覺得說，每個季節有不同養生的方式。那麼我們在冬天聽說就是養腎，對不對？可是中醫、西醫，甚至於是藏醫，腎的概念有不一樣嗎？比方說我們在西醫講就是比方說一個器官。他講的是器官，那就是说藏醫跟中醫講的是系統，它可能你的情緒，或是你有些哪裡壞掉，它會影響到腎臟，甚至你的比方說骨質疏鬆啊、肌肉啊，所有東西的，所以有時候腎虧啊，或是擔驚受怕啊，要收驚啊，那些都是跟腎臟有關係的。所以兩個的講的方法是同樣是腎。但就是他講的是不同的概念不一樣。對。那醫師一個人腎的一個狀態，我們是可以從臉或者是我們身體是可以觀察出來嗎？其實都是可以看得出來，就是比方說你的腎功能比較弱，或是腎功能開始退化時，第一個影響到是皮膚的粗糙。皮膚對，意思說我們腎臟是身體上面最好的排毒系統。你沒有排出去的時候，皮膚就比方說乾燥啦，有點暗沉啦，你可以自己看看，就是比方說平常洗臉就是很內滑，但是突然有點粗糙，你可能有頻尿的問題。對，喝水太少也會影響到腎臟。所以皮膚是一個非常關鍵。像我們在臨床上面常常洗腎的病人都是暗沉，然後皮膚都很粗糙，還會有點體液的味道。所以這個是非常明顯的。是对，然後第二個常常就腎臟功能有問題的時候，我們從西醫角度來講，就是可能膀胱過動、頻尿。對，就是深更半夜又爬起來，然後又要去跑廁所什麼，這個也是會影響到腎臟，是因為它是一個系統。對，所以很多人說晚上頻尿啊，通常焦慮、緊張，然後腎臟功能開始會不好。但就是你去西醫門診去看腎臟功能的時候是測不出來的對，它是系統出了問題，但器官還沒有受損。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比較明顯的就是水腫，對，就是有些人就比較代謝不好，腳一按就水腫很嚴重。對，我自己有個企業家，就是他好朋友，然後突然腎臟功能退化，然後心衰竭，然後去看病的時候，然後醫院說如果你再不注意就是要洗腎或幹嘛，然後就是來我診所，然後我就是1個禮拜時間就慢慢調，後來就逆轉回來。所以急性期就比方說肾功能急性期或是突然發生的事情是可以逆轉，但就是慢性的那種，比方說已經嚴重了，比方說你水排不去，腎臟壞掉是水第一個可能積在下肢，水腫就是你可以摸的時候就沒有彈性回來的時候你就知道。特別是很多女生就是容易下肢水腫，甚至就說你代謝沒有好的時候，隔天起來眼睛都腫腫的，就水腫，那個是循環不好的關係。循環不好的意思是說腎臟的代謝不好的意思所以這個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後甚至有些時候會影響到耳鳴。西醫講，比方說耳鳴就跟腦神經或者什麼有關係的，它不會牽涉到腎臟。但從中醫講，就是說眼睛乾澀就可能跟肝臟有關係，耳朵的耳鳴或是耳朵有時聽不清楚，有點重聽的時候，它跟腎臟的系統就是有關係。对，然後有些人就是恐懼焦慮擔驚受怕，容易焦慮的人也會影響到腎臟。腎臟有功能在退化的，他也沒做什麼，然後也沒有高血壓、糖尿病，常常問他一句話，在我們的那個診所門診，我說是不是你曾經常常就是被驚嚇到？他50幾歲，腎臟50% 都不到，然後就慢慢退化。是，就是好像骨頭跟腰酸背痛也有關係。腰酸背痛，因為腎臟在這裡。对，比方說你排尿不正常啦，或是就是有時候憋尿啦，影響到腎臟时就會腰酸。所以特別是女生比方說生過小孩的，或是比方說月經來時，它是一個系統，泌尿系統跟膀胱所有的腎臟全部都是合在一起。所以這些症狀都你要注意。是对，因為腎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因為它是一個排毒系統，你毒素排不出來的時候，我們的身體產生自癒能力就弱掉，特別是我們重金屬都是從腎臟排出去的。因為現在很多老人痴呆，我們測出來是重金屬在大腦裡面。
對，所以你腎臟沒有排出去就很可怕，會影響到很多後面的事情。是團隊建議給哲青看了一個數字，我覺得相當的驚人哦。有許多朋友在收看下班經濟學，但有超過70%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現在哲青要請大家做一件事情哦，就是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那如果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們要養腎要保腎，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聽說有幾個步驟，對不對？對，第一個早上起來的時候喝500cc 的溫開水，一次喝那麼多，早上一起來非常重要哦，它就是从尿液以外，从那個腸胃道也把它排出去，但就是說。在國外做一些研究，我們加一點點的海鹽，不能超過，只是說一點點的味道因為它會電解質平衡。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晚上睡覺的過程當中啊，就排汗啊，或什麼脫水的概念，所以就是鹽巴進去是第一個補充電解質，第二個就是留住水分脫水對腎臟是不好的，是对。比方說有些人運動，比方說你要去外面戶外活動，或是就大量的運動的時候，排很多汗的時候，還是喝一點鹽水，保水。因為很多人就是聽過，突然跑馬拉松就腎衰竭、熱衰，都是一樣，腎臟爆掉。但就是說第3期之前，腎衰竭水分一定要夠。但就是說有末期的人，因為他排不出去。所以這個要注意，然後有高血壓的人鹽分一定要注意，然後第二個就是戶外活動，就是曬太陽。台灣人有時候不太喜歡曬太陽，對呀，所以這是最大的問題哦。現在國外研究哦，比方說我們運動可以增加什麼？大腦的多巴胺的分泌。多巴胺是所有我們叫做快樂荷爾蒙的非常重要的一環。對，比方說你在室內運動分泌多巴胺，但你在戶外運動的時候，多巴胺分泌增加2到3倍。所以曬太陽、一般運動、走路、爬山，你就會得到更多的好處。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會建議一個溫沙拉，是，然後吃一顆蛋，早上，因為蛋是優質蛋白，對腎臟、對所有的系統都很好。然後喝一個豆漿，最好是黑豆漿。黑豆漿是非常好的，營養非常好的，因為我們在講究黑色食物是在固腎，它裡面就纖維跟那個蛋白質都夠，對。那我們講到吃的啊，有沒有其他的一些食材是我們觀眾生活當中我們吃得到又補得對的？對，比方說我們除了腎以外，現在人說要補鈣啊，女生月經的時候要補鐵啊。其實食物裡面哦，就是鐵跟鈣最多的就是黑芝麻。你要補充鈣，你每天吞鈣，不如吃黑芝麻。就是你打在豆漿裡面也好，打什麼也好多，然後它也是高纖維，而且是植物性的優質蛋白，是对預防骨質疏鬆啊，你要補充鈣啊，體力要好啊，它的鐵質也非常豐富啊，所以在我們食物裡面它是真的是最好的。所以我常常講就是說，每天比方說黑芝麻醬不要有糖的，就是比方說你要吃麵包，任何東西就是把它降進去，它的好的油脂、優質的蛋白還有纖維。它是補充整體的，意思黑芝麻是一個完整的一個食物，對，所以在我們門診處方箋就是很多老人家，你說在補充鈣啦什麼，我說黑芝麻，癌症的病人也好，這些就是比方說慢性病也好，骨質疏鬆也好，肌少症也好，就是最好就是黑芝麻，对，那接下來看一下黑木耳。有錢人吃燕窩，因為它的膠原蛋白也很多。聰明人吃黑木耳。对，就比方說纖維也好，另外一個就多糖體，它調節免疫系統是非常好的。然後黑木耳你可以加到很多食材裡面，对啊，然後食材又很便宜，是对，就是這種黑色的都是一個狀況哦。黑木耳的鐵礦也很多，是鐵礦就是我們的 energy。女生貧血的時候她缺鐵的時候軟趴趴的，所以鐵很重要。然後再來講就是說黑米，就是只要黑色的米當中，比方說五穀的紫米啦、黑米啦，黑米的它的礦物質最多，鐵啊、鈣啊、鎂啊，就是意思說我們通常吃白米要精緻的米，它只有澱粉而已啊。对，但就是全穀類的東西，它澱粉是少部分哦。比方說黑紫米這種東西，它的糖分只有20幾%而已哦。一般白米它的糖分是80%哦。然後它外面大概都是高纖維跟礦物質，
我們身體的必須的東西，比方說你要安定神經，它鎂跟鈣很重要啊，所以它不只是对腎臟，对睡眠很多情緒都非常有好的幫助。是对，所以你要吃澱粉，就是要吃全穀類的。是，另外就是我們在講，就是說有些像我們在門診癌症的病人，常常打化療這些東西，它容易便秘。有時你止痛藥吃那種嗎啡的止痛藥的時候，哇，最大的問題就是解不出來。然後医院開的就是瀉藥。但是它會有很多副作用，对，所以我們在以前在安寧病房，我們開的一個處方箋就是黑棗，甚至在那個藥局有黑棗汁哦。那些癌症病人就是比方說他便秘的時候，黑棗汁1小杯喝下去，馬上解。对，然後我自己也是一樣，就是比方說你有便秘狀態，每天吃那個有機的3顆黑棗，哇，3顆就夠了，3顆就夠了。對，所以這個加州的黑棗，它不只是顧腎哦，它的高纖才會大便就非常非常順。所以我們的排毒系統，第一個腸胃道，第二個汗從皮膚，第三個腎臟的排毒，所以這些都是互相的。所以在中醫理論裡面，我們在講就是顧腎，第一個要顧的是脾胃，腸胃道顧好的時候，你的腎臟功能才會正常。所以就是比方說黑棗最主要的是顧的是你的腸胃道，不要食物啊很多東西留在大腸裡面，所以這個很重要。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在講黑豆，比方說媽媽生小孩的時候，一出來沒有奶的時候就是喝黑豆水，奶就馬上很多了，因為它的荷爾蒙的作用很快。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黑豆是非常好的食物，它是暖的，不是寒的。特別是在台灣的氣候很適合，它喝起來就是暖暖的，然後它是比較熱性的。所以通常我的黑豆水是買了那個台灣的有機的黑豆小小的，然後就把它用低溫來把它炒過，是慢慢炒，有點脆脆的。平常也可以當零食來這樣吃，而且对牙齒也很好，因為它很硬。就是一般餃子，然后它還可以，比方說一把水放在那個就保溫杯裡面，燜一個晚上，隔天喝。喝那個水，是黑豆水利尿作用非常好。所以通常我都會黑豆加牛蒡。但是說牛蒡一定要注意哦。曾經我自己人家說牛蒡很好，然後我有每天泡牛蒡，後來手腳都冰冷了。它兩個結合起來好處是，因為牛蒡是寒的，黑豆是暖的，所以它可以中和掉。那比例应該怎麼抓？對，牛蒡一點點就好，黑豆是1大把。對，黑豆多一點，牛蒡少一點，因為特別是台灣氣候是比較寒的，比較濕氣比較重的，所以台灣吃東西那個涼的、寒的非常注意，因為每個人都是就是大概一身把脈，濕氣太重了，脾胃不好，講濕氣重會中99%。對。另外一個就是海苔。海苔是一個很好的，因為我常常當零嘴來吃啊。現在有些有機的海苔，就是它炸得非常非常脆，就是脆當零嘴來吃，因為它裡面礦物質、多糖體把毒素都排出去。海藻類最好的就是 chelation 排毒的作用，把重金屬很多的細菌很多都它會螯合掉。对，從腎臟排出去，所以它是一樣很好的。然後它裡面的 B 群啊、B12啊、B6都非常豐富。对，所以海苔是平常可以當零嘴來吃。对，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香菇，如果你要更好，比方說骨質疏鬆也好，腎臟保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日曬的香菇。差別在哪裡？日曬的 D 會比較多。對，所以現在維他命 D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D它會影響到你的免疫系統，對，第一影響到你所有生物的再生的能力，所以非常重要。很多人在補D啊，但就是保健食品不便宜啊，对啊，但能補多少不知道，所以我常常講，就是說你要補這些東西，最好是原型食物。對，就是藥食同源的概念，就是從食物裡面都有，所以這些都是萃取來對身體都很好。看像馬里奧吃的都變大隻。對。然後黑色的就覆盆子，但就是這種水果不好找，你可以用替代藍莓。對，藍莓是我最愛。對。夏天我就是冷凍的，可以打優格來吃。冬天我買那個在加拿大或美國的有機的，已經做成粉的，一包裡面有4-5千個的那個藍莓打起來的那個600多 gram， 然後你一個湯匙加在牛奶或者加在豆漿裡面，每天還是一樣補充，
體力滿滿，因為它的礦物質 B 群，然後維他命都很多。它在國外來講說 Superfood 裡面就是超級食物裡面最好的一種。對，所以這些8大食物不是說我跟你說8大食物全部吃。不是，就是你選擇性的，今天吃那個，明天吃那個，有時天氣熱的時候燉一個湯，然後再加一個香菇，這種不同的模式。你每天吃對食物的時候，你的 energy 都是滿滿的。对，食物就是你身體所有的能量了。对，但是呢，跟我们講的就是應該做的補腎的，但是有些事是不能做，會傷腎的，對不對？台灣最大的問題是亂吃藥，就是醫生沒有開頭痛就馬上去藥局買一個藥，買成藥。然後不動的吃，甚至我碰過很多人都止痛藥一直吃，最後腎臟胃都壞掉。而且現在廣告有一些還特別強調因為我們這個是含什麼樣特別的成分，然後不會傷腎，還是不會傷腎，這個劑量可能不會傷，但是你吃多了都會傷，水喝多了也會傷腎不要說藥物對，一樣的概念，食物也是一樣的概念。全世界洗腎最多的就是台灣，對，洗腎中心最多的，因為後來研究發現出來。台灣藥太便宜了，吃藥吃太多了。對，還有地下電台的這些藥。對，成藥。然後甚至就比方說，有些人說這個裡面沒有任何成分藥物，然後這些都是天然的，然後速效，對，真的速效。後來測出來都有成藥，因為速效的東西一定是這種化學成分濃度很高啊。對。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你有糖尿病的人。血糖一定要控制，因為血糖控制不好，很多洗腎都是後來血糖沒有控制好，傷到的腎。因為血糖沒有控制，第一個傷腎，第二個傷神經系統，第三個是傷視神經，我們叫做3個 R。對，所以這個很重要，血糖。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情緒，很多人就忽略掉的，擔驚受怕啦，小時候遇到的事情，這要慢慢排解。潛意識的東西都排解，因為恐懼啊、焦慮啊，這些都會影響到不同的。你焦慮的時候會不會常泡廁所？馬上影響了。突然就要上台，要焦慮的時候就泡廁所，又沒尿又泡廁所，然後晚上沒有睡好焦慮的時候晚上一直跑廁所，所以這個影響到你的腎臟系統泌尿系統膀胱過動所以這些都是一樣，然後又影響到睡眠，所以特別年紀大的時候，很多人就腎功能、那個膀胱的功能變弱，排尿系統比較沒有力的時候，最大的問題，老人家睡不好是晚上起來上廁所，頻尿，所以這個會影響到身體所有的機能。對，情緒有問題其實是蠻嚴重的嘛。那是不是在書中有提到說，有一個動作可以讓我們不要焦慮跟內耗呢？在印度跟西藏在講，就是你焦慮的時候，直接就是合掌放在那個膻中穴那裡，就膻中膻中這個就是兩個乳頭的中間，這個中間這樣一放，心就定了。就是中醫跟那個瑜伽在講，就是天地的所有的系統就回路了。對，神經回路的概念。比方說，我跟別人說謝謝，瑜伽做之前一定會這樣子。對，任何東西，任何宗教都是一樣的。這個一這樣的時候，心就定了，兩隻手掌一暖的時候。就完全會不一樣，你恨的、怨的，突然就會不見。然後如果你再說一聲謝謝、很感恩，那馬上很平靜。就隨時隨刻都練這個，非常有效。所以醫師在臨床上面也會建議，就是你的病患做這件事情。對，吃的也好，做這個也好，感恩也好。除了在我診所裡面，我給他做調理以外，我們一定要生活處方簽。我那個理念就是這樣子，我能幫的我只有20% 而已。我常常跟很多的醫生後來講說，我們沒有這麼偉大了，我們只是一個輔助者而已。我們不要以為我們都是全能。對，醫生的角色就是一個配角而已。但就是說，他真正要血糖好、腎臟好，都是靠自己生活選的，這是全世界的公認的事情。你比方說你的運動很好，或是你比方說飲食控制好，血糖是可以治好的。我們不能治好，我們只能給你開藥，就控制住啊。不吃藥就上來了。但就是你運動是可以完全可逆行的。所以意思是說，這些都是我們在診所用的生活處方簽。
是，对，很重要的。每一次呢，这個醫師呢都給大家很多保養的方法。真的。對，那今天呢，我們就要請教醫師，那養腎有沒有這樣子穴道的方法？對，養腎最好的方法，比方說你焦慮、恐懼時，直接拉耳朵。拉耳朵？對對對，用力拉，用力拉，不要怕掉下來。這種事情我可以代勞。對，你看耳垂都出來了。對呀。對，你大力的時候，你就會很輕鬆。耳朵是一個整體的一個全身的穴道，所以容易放鬆。對，然後耳鳴跟那個腎臟有關係，所以就比方說你焦慮或幹嘛，直接就拉耳朵。另外一個梳頭髮，梳頭髮，對，從這邊這樣梳上去。通常這個眉間是最好的方法，我自己就是比方說用這個，然後這個眉間這樣子梳，然後往上去哦，你就用力一點了，就是這個眉間這樣的梳，這樣梳上去的時候，眼睛突然會明亮起來。真的啊？因為這個就是可以對眼睛啊、過敏啊、焦慮啊、不開心都非常有效，甚至就是說後面直接叫松果體。我們在打坐的時候，通常就是專注在這裡的時候就開悟了，所以它是松果體活化的概念。還有最後一個最重要的，也在腳底的，對不對？對，腳底湧泉穴，但湧泉穴不好弄，就是如果你自己可以按，但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接地氣，就是在太陽底下。對，你知道我在聽醫師的話，我們去河邊跑步的時候，到最後脫鞋子踩在草地上。真的，我自己的病人就是一定會叫他們去踩草地，但就是草地要乾淨哦，特別是上班的人哦。我自己就比方說一個星期很累的時候，我去公園，然後就是半到1個小時把鞋子襪子脫掉，你走，整個人放鬆，好像你身上的負的能量什麼都馬上帶掉的感覺。接地氣是現在全世界都在做，甚至就是現在有接地氣的那個板子，对啊，对，就放在家裡，然後你接地氣，就是 grounding， 就把負能量就拿出去。所以這個就是可以直接到湧泉穴，把所有東西，甚至在戶外，你的百會穴用太陽曬到，你的維他命 D 很好，然後負能量從湧泉穴把它輸出去，你氧氣就升起來了。就是腎功能，所有東西都又活過來的概念。是，其實有很多的醫師啊，在講養腎裡面，都會叫我們養陽氣跟養正氣。對，正氣。對，那今天的醫師又帶來了這本書啊，這是醫師的新書《靜心安好》。那在這本書裡面，醫師又分享了什麼樣重要的概念呢？疫情以後，大家心不定、亂。所以這個有108個心靜的方法，從食物、運動、打坐、感恩、冥想，所有都是在這裡面。你隨便翻一頁就好了，不用從頭看到尾。對，所以現在人最需要的是心靜。是，對，因為每次其實醫師來都帶來很多實用的方法，那聽起來就非常的生活化，就做起來也不困難。最後再感謝醫師，謝謝你每次帶來，謝謝。